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離婚4年，47歲馮紹峰再次官宣喜訊，活成了趙麗穎高攀不起的模樣。在這個流量盛行的年代，明星們的感情生活總是引得人們格外關注。很多明星因為感情問題接連塌房，而有一個男人雖然浪蕩，但一直以來的名聲不減反增。這個人就是馮紹峰，想必很多人都多多少少聽說過他的風流往事吧。如今他和趙麗穎離婚已經4年了，再次官宣喜訊，才發現他早就是前妻高攀不起的存在。浪蕩的資本。提到馮紹峰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趙麗穎的前夫，楊冪早年間的緋聞男友。其實不看他的花邊新聞，他本身也是非常優秀的存在。當別人家還在為買房愁破頭時，他一出生就是在上海寸土寸金的老弄堂裡。別的小孩還在玩彈珠的時候，他喜歡的則是騎着一輛紅色的小車穿梭在巷子裡。在他的記憶裡，自己小時候的娛樂項目是溜冰、打遊戲機、跳霹靂舞，而這些在那個年代都是非常奢侈的存在。除了很會玩之外，他還有很多才藝，小年紀就被母親安排着學習各種樂器，參加各種比賽。上幼兒園時，他就已經是學校裡的小明星了，4歲時就能不怯場地參加演講比賽，還拿下了第1名的好成績。父母一直對他的教育很重視，從小就是在藝術的熏陶下長大的，這也讓他愛上了表演。在上海重點高中上學的他，總有着格外多的機會。當時他參加了上戲的專業考試，憑借着優異的表現，成功獲得了保送的機會。就這樣，他輕輕鬆鬆就進入到了上戲學習表演。上大學期間，他學起專業課程也總是格外輕鬆。不僅是班裡優秀的學生代表，還是班裡面唯一能拿到獎學金的學生。畢業的時候還有留校任教的機會，可這些在他眼裡都不算什麼。他不想要過一眼望到頭的人生，於是他開始靠着自己的能力進入演藝圈。20歲時，他出演了自己的第1部電視劇《星星串》。畢業後又接連出演了《愛情密碼》《郎才女貌》，成功地打開了知名度，開始了自己的演藝生涯。之後他憑借着清秀帥氣的外形，接到了許多富家公子的形象，之後被媒體稱為年代戲第1小生少爺專業戶。之後更是憑借着功火遍大江南北，在劇中他和楊冪的感情也延續到了劇外。愛情故事，他雖然有很多段感情，但每一段都認真對待，最終以和平的方式分手。甚至有些時候，他更像是這段感情裡的受害者。如今圈內盛傳的劇組情侶，在馮先生這裡都是小兒科，他可是早期組 CP 的領導者。還記得當初小編坐在電視機前追攻的日子，每天看完就和同學一起討論他們是不是在一起了。雖然兩人當初只是好朋友，但當時的互動那可真叫一個甜呀。這段感情又是多少人的意難平。之後馮先生在拍戲時認識了剛出道不久的倪妮，當時小妮剛經歷了事業上的大起大落。馮先生的出現不僅給他帶來的幸福，也帶來了許多資源，兩人的戀情沒有遮遮掩掩。官宣之後總是在社交媒體上甜蜜互動，還許下誓言分手名字倒着念。不過這段感情並沒有走到最後，他們也很體面地借用當初的話官宣了分手的消息。分手不久後，馮先生就被拍到有了新歡，在當初看來也是剛爆火的流量小花林允。那時小林剛憑借着美人魚成為星女郎，就被馮先生收入囊中，被網友戲稱小花收割機。不過這段感情並不被網友和馮母看好，兩人很快迫於各方面的原因分了手。就在這時，一則關於他和趙麗穎的緋聞憑空出現，一時間網友們炸了鍋，紛紛表示讓他不要禍害穎寶，
很多人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，直到他們突然官宣結婚。到了這時，大家幾乎只記得他這些年來的風流事，而忘記了他本身也是個實力派演員。兩人婚後帶來了那部被網友們稱為電子榨菜的《知否》，才成功的把口碑挽回。可正當網友們認可這段婚姻的時候，他們又從閃婚到了閃離，一時間眾說紛紜。官宣喜訊，他們離婚的原因讓網友們百思不得其解，有覺得是因為不夠愛的，也有覺得是因為他媽寶。然而這一切都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，也許他們自己也不知道。就像當初在採訪時他說的那樣，你到底是真的想跟我結婚，真的喜歡我，還是為了要談戀愛，為了結婚才跟我在一起？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顯得那麼小心翼翼，就像他為新劇宣傳時說的那樣，在齊峰的世界裡，他嘗盡了求不得的苦果與不甘。他的愛是停在原地的一場守望。近期馮先生主演的《日掛中天》上映了，在裡面他飾演一個卑微的男人。在電影中，他用細膩的表演將人物塑造得完整又立體，把成年人的愛恨糾葛展現得淋漓盡致。這部影片的口碑還算不錯，女主還憑借着這部劇拿下了威尼斯影後，能得獎也離不開所有主創們的努力。隨着電影的上映，馮先生也是特地登上自己的社交媒體官宣這個喜訊，也讓無數觀眾期待着他的表現。馮紹峰、趙麗穎頒獎典禮那一眼，令人看出了多少故事。娛樂圈裡明星們的愛情故事總是令人津津樂道。這不，最近一場頒獎典禮上，馮紹峰和趙麗穎的小動作又讓大家議論紛紛了。那晚，趙麗穎穿着漂亮的禮服，拿着獎杯，在台上笑得像朵花兒一樣，而台下的馮紹峰呢，就坐在角落裡，默默地注視着她。那眼神真的是令人看了都心疼，仿佛在說，我還是那麼在乎你。雙引號。說實話，他們倆的愛情故事真的就像是一部令人又哭又笑的偶像劇。從戲裡走到戲外，他們的感情一直備受關注。可惜啊，好景不長，兩人最終還是選擇了分開。但這次頒獎典禮上的那一幕，真的令人不停想，他們還有可能重新走到一起嗎？離婚後，趙麗穎的事業可是越來越紅火，演技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。而馮紹峰呢，雖然不怎麼出現在公眾面前了，但每次提到他，大家還是會想起他和趙麗穎的那段情。網友們對於他們倆的復合也是各有各的看法。有的人覺得，既然還愛着，那就爭取看看嘛。也有的人說，過去了就過去了，各自安好才是最好的結局。雙引號。其實啊，感情這種事兒，真的是誰也說不準。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，無論他們最後會不會復合，我們都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。畢竟，愛情這東西，不是你說行就行的兩個人都願意才行。娛樂圈裡分分合合的故事太多了，但每一次都讓我們更加珍惜身邊的愛情。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那個對的人，無論是前任還是新歡，重要的是要幸福就好。這次頒獎典禮上的那一幕，真的令人感慨萬分。馮紹峰和趙麗穎的故事，就像是一面鏡子，照出了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渴望和掙扎。但願他們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吧。不知道您對此有什麼看法呢？歡迎在下方評論區留下你的想法。喜歡文章記得點讚關注，我們下期再見。